谈恋爱啊，是一定要速战速决的啊！为什么呢？今天有一个姑娘啊，过来跟我抱怨嘛，说最近她跟男朋友啊推进不下去的感觉了，明显对方对自己冷淡了。那我就问她谈了多久了，她说谈了5个多月。然后我又问她关系到了哪一步，她说自己啊性格比较慢热啊，以前谈的男朋友都是主动追求她的，她呢几乎不会主动啊，主要是自己不太会。而且呢，她又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目前他们的关系啊，也就是看看电影、吃个饭，偶尔呢去爬个山，最多啊有个拥抱啊，接吻都很少，也就是这样啊。我问她，那有没有见过男生身边的人，比如说亲戚、朋友什么的，有没有去过男生的家？除了吃饭、看电影，有没有一起去经历过一些事情啊？有没有为男生付出过一些什么呀？她说这些都没有啊，但是她给男生做过一次饭，因为那天是男生的生日。那我一听啊，是这样啊，那我说，那人家可能就是在考虑要跟你分手了，或者呢，就是已经找到了下一个想要接触的女生。所以我和你们说啊，谈恋爱是一定要速战速决的，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儿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啊，非得等到有感觉了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知道吗？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两个所有的约会还是停留在吃饭呀、看电影、聊天啊，双方的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接触过啊，也没有深聊过谈婚论嫁的事儿，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就走歪了啊！这样谈下去呢，不要说半年、1年，再给你2年、3年啊，都是纯粹的浪费时间。那么重点就来了啊，下面呢我说3件事啊，做好了就可以快速推进结婚的进度了。第一点就是交往初期就要明确的表示自己是要奔着结婚去相处的，甚至呢，你可以告诉对方一个时间节点，大概是半年或者8个月，或者是1年。如果不合适，咱们就在这个期间尽快分开。如果合适的话，最多谈这么久。不要用我们女生自己的思维去想啊，觉得这个话一说出来啊，你就掉价了。其实完全不会的。对于想要结婚的男生来说，你这么说其实是加分的。会因为这个话而吓跑的人啊，本身就没有做好要跟你结婚的打算的，所以这样的人你早一点筛选出来是好事儿啊。第二点，快速主动的突围，主动出击啊，除非他确实工作很忙不方便，否则其他的时间你想给他打电话你就打呗啊，你想要跟他聊视频就聊呗啊，包括积极深入到对方的生活核心圈里面去啊，比如说他多年那些要好的朋友啊，他的朋友圈你得进去啊，认识他的家庭成员啊，这些啊要多相处，因为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人的。如果对方啊找各种理由不配合你啊，那你心里边就要有点数了，知道吗？说明其实你啊没有进入对方的认可的范围内，可能他还没有要和你结婚的打算啊。第3点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交流一下未来在钱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啊，了解彼此的消费观，以后的家庭开支谁来做主，财务是合并还是财务 AA 或者财务 AB 制，总之一点点讨论清楚，也只有讨论清楚，你们才能算啊真正的在交心，在交付未来。不要觉得这种话开不了口，因为只要你是想和这个人结婚的，那这个钱的问题啊就是绕不过去的。与其你们谈了很久很久啊，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成本了，再去面对这个问题会不会太晚了啊？还不如早一点啊，做到心中有数啊，知道吗？所以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那天有一个男生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朋友真的好难啊，真的。你看看现在啊，有渣女，有浪女，有捞女，有凤凰女，有巨婴女，还有妈宝女、强势女，还有要天价彩礼的，还有分手以后要补偿的，还有跟前男友藕断丝连的，还有让你一追好几年慢热的。更让人糟心的是啊，有的人啊他还不止占1样，他占了好几样。你就说啊，现在他找个正常的难不难吧？女生认为男女啊要平等，可是呢女生又认为啊不应该和男人共同努力一起凑钱买房买车。他们又说那句话，我耗费了自己的青春，我得给男人生孩子，我不能没有生活上的保障啊。好像男人啊是没有青春似的，男人的钱啊都是大风刮来的，都是地上捡的，男人就不需要安全感的。其实啊不过是人性啊
自私、贪婪，打着所谓的贫穷的幌子，在疯狂追求特权而已。你觉得这样的算正常吗？如果婚姻就是一个交换的话，那以这样的底层逻辑，男人在支付了大量的金额之后，他是不是又可以拿钱去再换一个更年轻的呢？你生完了孩子，他也出了高价彩礼，扯平了，结亲了，然后我还可以把你扫地出门，这样的结局，你们又能不能承受呢？有这种思想的女人，她正常吗？她们找对象啊，就如同选商品一样，只要求性价比，然后优胜劣汰，这样的思想你觉得正常吗？听他这么说完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有这种思想的姑娘们，真的你要反思了，你们要重新认识一下什么样的婚姻才是幸福的，才会牢靠，才有安全感。真的只有钱这一个标尺吗？咱们在评论区讨论讨论吧。你们看现在的单身男女真的是遍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的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男女那想法就很对立。你比如说男生他不愿意追求女生了，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请客吃饭送礼红包转账讨好。假定追求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的时间和3万块钱，那如果大概率追不到的话，一年追5个女生，那就是15万，没准最后还什么戏都没有。所以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这就是为啥男生说能行咱就处，不行咱就拉倒。我这辈子只给3个女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很有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他们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打水漂了。那你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婚了是不是会更抠门这种小气的男人我才不嫁呢。舍不得花钱的男人说明他不爱你。还有吧，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女生呢总是想咱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天都没有聊好，那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是面都不见，聊什么天呀？有那么多好聊的吗？聊啥呀？还有关于那件事情女生想的是你啥都没有付出，就想那事儿，白嫖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还得考验考验你的诚意到位不到位。那男生想的是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就不行呢？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连手都没有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说不合适。所以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求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爱情它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你就接触，看不上就拉倒。用慢热、考验这些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付出，这真的不叫爱，这是在骗呀。你们到底明白了没有？有些事儿不讲理，我真的看不下去。最近有个88年的女生，你们想想35岁了还面临男朋友分手的危机急得没办法来找我说这个事儿声泪俱下呀。刚开始我真的以为她是可怜的一方，可是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因为后来我也找男士了解了一下情况你们就来听一听到底是谁没道理。事情是这样的，上周他俩去见男方父母，这个女生呢正好嘛，老家那边姥姥住院，别人送了很多补品，他们家呢就顺便的寄过来了，算是给男方家长的见面礼。男士其实没说啥，但是男士的父母看到这个礼物袋子里有一张医院的结算小票，心情很不爽。但是两个老人非常给面没声张就这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这不见完他们男方家长了吗？现在打算去见见女方家长，结果女生说给我们家买东西得问问父母要什么再买。于是呢，这个女生的妈妈就可没可气说要一套高档化妆品，价值不能低于3000刀。父亲呢喜欢名家字画，那你们想想名家字画是什么概念都是一些上万的东西了。这一通操作男方这边真的下头了。自己家经济条件很好，但是就没有见过这样理直气壮要东西的。当时给自己家里见面礼就没问问父母要什么，敷衍一下就过了。到他这儿就得问问他的父母要什么，按照要求送礼物，这是不是太不公平？女生家里说彩礼大概是20万左右，于是这个男士就问这个女生说那你们家准备了多少嫁妆呢？
女生一下子被问蒙住了啊，说还需要嫁妆吗？我们家没有做这个事儿啊。你们来看看啊，前面啊我都不说了啊，我们就说彩礼这一项。现在的女生嫁人啊，张嘴就要彩礼。我先拜托你们想一想啊，有没有准备好嫁妆？你们到底懂不懂老规矩啊？嫁妆和彩礼那是差不多的啊，那应该是对等的东西，明白吗？不是几床被子2个脸盆你就能换几10万彩礼的。它是2个大家庭对于你们这个小家庭的扶持。不要说彩礼就是看男生的态度啊，没错。那嫁妆是不是也看你的态度啊？彩礼和嫁妆呢，它不是一个家庭去扶贫另一个家庭的。咱能不能啊，别再打着风俗的幌子，让男方一味的付出。那些想通过婚姻空手套白狼的啊，想通过彩礼疯狂敛财的女孩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婚姻啊？那是2个人互相扶持，共同付出。但是我看你们天天这个算盘打的啊，真是震天下，谁都不傻的，是不是这样？别再问我离婚了好不好找啊，二婚的人啊，不论男女，想再找个对象真的是太难了。女的吧，总想再找个男人去依靠，但是男人找她吧，大多数啊就是想睡睡觉。二婚的女人心气儿往往还挺高的，没钱的她不要，有钱的她又够不着。好不容易遇到个知冷知热能舍得给她花点钱的男人吧，可能人家又是个有家室的。女人还是不甘心，越嫁越差，那眼光呢总是往高处看的，带个孩子呀还做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美梦。所以啊，二婚的现状是这样的，男的没钱，女的不想要；女的年龄大了，男的不要；男的有钱呢，女的又够不着；女的有钱吧，心气儿还挺高；女的长得不好看，男人不会要；男的没啥大本事，女的不想要；离了婚没有孩子的不好找，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呀都没有人要。条件好的不考虑他，条件差的一听有孩啊就放弃掉。女的想的是，你要是肯给我花钱，还对我挺好，那我可以考虑考虑。男的想的是啊，那我要是给你花了钱，你又反悔了，我哭都没地儿去。男女双方都是走过弯路的人，都吃过一些大亏啊，大家呢都长了360个心眼儿，各想各的利益啊，各算各的账，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你也是个离婚的啊，你还打算找还是不找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极端女权主义他们的理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啊，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而且大多数都是女性提出来的呢？那是因为男人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受益者啊，而女性在婚姻当中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在于怀孕生育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啊还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他们说女性一定不能沦为给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还有呢，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这些也是不能用费用计算的。所以女性照顾家庭带孩子做饭，那不就是个免费保姆吗？如果按照女性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创造的价值来讲，男性啊未必给得出这个价格。所以说聪明的男人会把老婆当成自己的宝贝，而且就根据目前这个结婚率而言，你以后有一个老婆啊，你就烧高香吧啊，别拎不清了。另外孩子生出来那也是跟男人姓啊，那女性确实就是在给男人传宗接代吗？这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它绝对就是不公平的。他们甚至认为不结婚不生孩子，有能力经济独立，有自己的事业，自强自立，不依赖男人，那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虽然说啊我也是个女性，但是我必须说极端女权主义那就是一场阴谋，它宣扬女性觉醒和男女对立。那我就想问一问，如果你认为在家当全职太太就是给男人当佣人，那么你出去工作是不是就在给资本家当佣人呢？他让你认为在家帮助自己的丈夫照顾家庭，那是在被奴役，但是出去为雇主效力呢，那就是一个独立女性了。这个不是扯淡吗？生个孩子跟男人姓就对你不公平，那你可以加上你的姓啊。孩子从你的肚子里出来的，以后要管你叫妈，那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吗？你说婚姻当中男人是最大的受益者，那到底体现在哪里啊？你是给男人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吗？还是给男人带来了情绪价值上的利益呢？或者说你是提升了他的社会地位方面的利益吗？如果说你认为你赚的比男人多，你就觉得凭什么老娘要伺候你呀？那这句话我们换一个性别来说啊，那是不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男人比女人挣得多，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就应该乖乖的伺候男人呢？
所以极端女权主义它是自相矛盾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你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到，在婚姻当中，男女不应该对立，女性呢是否有自我，并不取决于她是一个全职太太还是一个职业女性。其实全职太太是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如果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的家人他也就能明白，那你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了。所有的角色我们都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所以我们要让极端女权去她该去的地方，你们说对吗？有些大龄剩女啊，真的是古怪到家了，真的不是我非要说你们，我对你们也绝对没有偏见的。我呢是做红娘的啊，我巴不得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择偶观，有正确的婚恋观。可是在我工作中啊，大量的遇到大龄剩女，真的没有几个不带点这个那个的问题。就你们自己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啊？首先啊，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你就别太挑了，对不对？哎，你偏不，你来找个对象啊，列出几十条要求，什么奇葩条件都有。比如说，你觉得男生1年挣50万，还只是一个基本生活水平，那我就不太懂了啊！你1年才挣10来万，我也没见你去讨饭呀，那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比如说，你觉得男生啊1套房子不够，必须得有2套房，因为以后父母来住在一起不习惯。哎，那你是不是没有概念呀？啊，北京的房价你是觉得太便宜了吗？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啊就得主动付出，就得拿出诚意来，那你的诚意又在哪里？不花钱或者少花钱，那就叫男生想白嫖你。那按照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多花点钱就可以嫖你了？关键的是啊，人家啊可能花了很多钱，诚意也到位了，你呢也不一定会跟人家在一起。说不合适的时候，你1分钱也不会退给人家，对不对？说起来啊，就是男生自己主动给你花的啊，又没有人逼他。我就觉得啊，你们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啊，但是商品它还有保质期呢，你都过了保质期了，好不好？这句话不管男女啊都一样适用的。这个就是现实世界，你都给自己定价了，就不要怪别人啊把你当做物品。你还天天的警告人家，哎呀我自己很慢热，要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还有啊动不动啊婚后钱要给你管，你那是真的想管钱吗？我看啊你只不过是真的想花钱。你说你爸都是上交工资卡的，那我就问你，你有你妈的那一份勤俭持家的本事吗？就这样的思想观念啊，找个对象还要提出800条要求，我看啊这个地球上啊都没有配得上你的男人，你就别找了，自己单着挺好，你说是不是？最近呢来了个92年的男生啊，上来就跟我说啊，只有一个需求，就是呢他想找一个正常点的女孩。话说这男孩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北京人，有房有车，他自己呢是硕士学历，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男孩长相性格也都挺不错的。他说呢，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他相亲都相了不下10几个女生了，但是他总感觉哪儿不太对劲儿。他就问我啊，说现在的女生是不是都这样啊？怎么感觉一个个都不太正常呢？要不就是自己不正常。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啊，他这半年来的遭遇。他说啊，跟这些女孩聊天真的是很要命。要么就是半天了才回复你的信息，甚至呢有1、2天才回复的，要么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惜字如金，回复的内容特别的少啊，基本都是嗯啊哦啊，这种时候是比较多的。这种呢他其实很快也就不聊了啊，你想硬着头皮去找话题啊，太累了。最后呢介绍人还会传过话来啊，说女生说自己啊不积极不主动，聊几天就不聊了，没有一点耐心。可是明明是他们很冷淡啊，还把屎盆子扣在他头上，真的是气死了。然后呢女生还会跟别人去分享啊，说相亲难太下头了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啊，不管是媒人还是家长，都会督促男生说你要脸皮厚一点呀，嘴巴甜一点，你主动一点嘛。但是啊，却从来没有人去告诉女生你应该怎么主动，怎么去回应。还有的女生啊，约出来见个面呀，吃饭的地方选的不好，她还会特别的不高兴，给男生脸色看。然后啊就再也约不出来了。还有的呢是啊约会多少次了啊，连一瓶矿泉水的钱啊都舍不得付，就看着男生啊像个舔狗似的啊，在那各种买，各种付，女生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他说啊，现在相亲真的啊都是这种舔狗式的相亲吗？真的是把男生往绝路上逼呀。
我们也需要尊严，我们也需要对方的付出，我们也希望对方有所回应。那什么都得先考验男生的诚意，那你们女生的诚意到底在哪儿呢？难道女生的诚意就是爱答不理吗？女生的诚意就是这边花着男生的钱，那边还说着男生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对劲吗？还有个女生啊，都临着要见家长了啊，突然说婚后必须上交工资卡，房产上呢必须加自己的名字，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算计上自己家里的钱和财产了。总之他说现在就想找个正常点的能正常谈个恋爱的。其实这种事儿我相信好多人都经历过。其实在这场闹剧里边，我觉得这个男生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反而是我要告诫女生们，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你既然进入了相亲这个圈子，就别想着等男生来追你了，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你不愿意主动一点点的话，你只会被很快的淘汰掉，明白吗？哎呀，最近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来给我添堵39岁了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就是这个原因。他说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的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真的是要气死人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还有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你还想着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2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有时候真的让我很无语，在征婚这件事情上，总有女人把女人的择偶标准当作是男人的择偶标准，你说可笑不可笑比如说女人在选择男人的时候，可能会有第一需求，就是男人的经济条件得好，对吧？收入越高越好但是这个时候就有很多高收入的女人她们就会有一种思维，我一年挣好几百万，那我是不是也得找一个年挣好几百万的男人呢？甚至有的要求年收入1000万级的，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优秀。或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找个男人得镇得住自己的，得让自己有仰视感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有的个案我们且不去讨论了没有什么代表性的，我们就说一说大部分的情况。如果一个女人年入好几百万，基本上她很少是属于年轻的状态了，一般都是在30岁以上了甚至是年龄更大一些的女性。其实呢，从年龄来讲，可能找对象已经是一个劣势了，对吗？男人们一定是认同我这个观点的。那么再有就是你收入好几百万，遇到个收入好几百万的，或者是收入1000万的，这个男人如果还不算老的话，那么他看得上你这几百个吗？就退一万步说，你可能家境富足，资产过亿，如果他的资产在你之上的话，那他可能也并不需要你的那个资产了。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人你的财富是自己的你不需要拿出来共享。
而男人的财富呢是要养家的啊，是必须要跟妻子儿女去共享的。所以男人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他不会太要求对方的经济状况的。你确实很优秀，你有足够的资历和能力，但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温柔懂事，能跟自己相处舒服的女人而已。所以你的优秀啊，很难成为他的爱情，最多也就是能比较欣赏你啊，这个啊跟爱情也是不沾边了的，对吗？还有一点啊，有的女人她遇到了比自己优秀的男人，但是啊她什么都不想付出啊，也不想努力，她们就觉得我又不缺钱了啊，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你，去讨好你，凭什么？可是你又想要找一个优秀的男人，但你又不想付出努力，那人家又凭什么呢？你所谓的你的优秀啊，不代表别人就需要你这个价值啊。所以你所谓的优秀可能就是我很能赚钱，我的学历很高啊，那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自我啊，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独立自信的女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奢求啊，我就是要强势，我就是要任性的来啊，我找一个男的呢，他就得优秀，还得有钱，还得包容理解我。那人家优秀的有钱的男人想法跟你是一样的吗？人家为什么要找你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去包容一个人？所有的人赚钱或者是想走到高位的，追求的本质就是自由，本身追求的就是那种掌控感、自由感。我不需要被别人约束着。你想要让你自己更强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追求这种自由，对不对？我不想花心思去搞定男人，我不想讨好男人，我也不想去对任何人那么用心。那本身你也是在追求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你凭什么你就要强势，就要任性，而对方就得包容你、迁就你呢？对不对？